要上诉了。林律师，您是如何保持100%胜诉率的？林律师，听说您的代理费上头也是真的吗？来哥，林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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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一下，我打一下，林律师，林律师。徐总客气了，等改天。又投水又加刀的，这真是。这是几招他也没调，你看看。可惜呀，点你听起来。是。穿越到平行世界。林墨，能把己方委托人送进监狱，你还真是律政界的笑柄。跟你在一起，我都没脸见人了。我们分手吧。要我说啊，你还真是奇葩。原本当事人已经放弃，准备直接赔偿500万了。你倒好，慷慨激昂一通辩论，让警方发现了新的线索。原本的500万确实不用赔了，直接改判有期徒刑20年，还真是活久见呀！林律师出道即巅峰，真乃天才也。哎，你们说他是不是对方派来的卧底啊？就是啊。这一上来就是张伟局呗，还真是地狱开局。还好，这个世界的法律条文和原来差不多，还是能东山再起的。大哥，律所都把你开除了，就你这样的臭名声，谁还敢找你打官司啊？你该不会是屁股痒了想去坐牢吧？哎，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怎么还不走啊？我知道你在强装镇定，不过是为了自己那点自尊心罢了。看在你之前带我进入红圈所的份上，给你一句忠告：趁早改行吧。律师这碗饭你吃不了。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准下一个案子就能让我成为律政精英啊！你要是能成为律政精英，我跪下来叫你爸爸。哎，一言为定。同志，你这免费代理案件是真的吗？没错。律师同志，我儿子被校园霸凌了，伤得很严重，对方还放出狠话，说我继续追究下去，让我儿子不能好死。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近网上闹得挺厉害的那个霸凌案，不会就他儿子吧？我也看新闻了，那个学生遭受长期霸凌，被打得多处骨折，竟然还败诉了。是啊，这太奇怪了，这败诉理由都不讲，谁知道真假？就目前的网络状况来看呐，谁装可怜都能收获一大批不分青红皂白的粉丝，这以后说不定还直播带货。你我如果说一句假话，我不能好死啊！哎，快起来，快起来！我叫王大海，我儿子叫王乐乐，长期遭受校园霸凌，2年，共计11次骨折。我去找他们理论，他们却说是我儿子自己摔的，还说我是没事找事，去讹他们钱。别着急，坐下慢慢说。唉，他们不给我解决，我就自己解决。我找了个律师，把家底都掏空了，结果官司还是打输了。我就弄不明白，证据都摆在那，怎么就证明不了呢？难道
非得我儿子冤死在学校，他们才能认吗？那到底因为什么败诉呢？我不能说。你也不能一个劲儿的诉苦卖惨呐，这大家都不知道详细情况，这可能觉得你是故意炒作呢。就是，再说了，你找律师，你也得找靠谱点儿的呀。你找林默律师，败诉事小，要是把你也送进去，那就完蛋了。大哥，听我一句劝，赶紧走。这刚把上个当事人送进去，这与我前世打赢的那起校园霸凌案一模一样。林律师，我再咨询一下其他律师吧。你是不是签了协议，不能公布庭审细节？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你是如何败诉的。大哥，别听他的，他懂个蛋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代理律师起诉对方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你拿出你儿子的摔伤证据，却无法证明对方直接实施暴力，所以最终败诉。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的律师在官司败诉以后也这么说。他们并没有实施直接暴力，是我们方向搞错了。我去，他还真懂啊！啊，这么离谱的败诉消息都能猜到，他不会是有内幕消息吧？放屁！他都被整个江海律政界开除了，哪来的内幕消息？王大哥，这个案子我帮你打，免费。真的？那我谢谢你。哎呀，乐乐，林律师愿意帮助我们了。林律师，您坐。自从这件事情以后，乐乐就不喜欢说话了，别见怪啊。没事，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只要证明乐乐身上的伤是那3个霸凌者造成的，就能将他们送进少管所。没用的，你证明不了。我还没说完呢，乐乐，我猜你身上的伤不是他们打的吧，而是他们逼迫你去做危险的项目，然后你自己摔的。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如果你不这么做，他们就会一直干扰你的学习，甚至骚扰你整个班级，或者说骚扰你喜欢的女生。乐乐，是不是这样的？是的，他们威胁我。那以前你怎么不说呢？我早就说过了，没用的吧？我们不要跟他们斗了，我们搬走吧。这帮该死的畜生！我要杀了他们！大哥，冷静一下，乐乐说的没错，确实没有。这还能就没有王法了吗？之前败诉是因为一直在证明对方故意伤害，但鉴定结果摆在那儿，输官司是必然的。那怎么办呢？不都是他们教唆、威胁的做的吗？这不算犯罪吗？这案例较少，极难证明，而且就算证明了，顶多去少管所关1年，出来以后还是会继续祸害乐乐。这世道变成这样了，我有办法。你不是说没用吧？顶多到少管所待1年。如果我说我能让他们判处死刑呢？大哥，你想不想给你儿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那当然想了。那现在就好好配合，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惩罚。行，林律师，我都听你的。哎，
你们知道吗？林默要代理王乐乐的霸凌案，他还真会哗众取宠。幸好把他开除律所了，要不然他又得给咱们招黑。像校园霸凌这种案子又没有收益，败诉率高达90%，谁接谁出。林默这脑子进水了吧？这都敢接啊？对了，我们要不要过去接手这个案子？跟林默谈一谈，稳赢啊！已经有人接手了，金汉的金牌律师宁红。宁红谁？宁红谁？她是林默的女朋友，凭借林默导师的关系进了红圈所，后来打赢了几场婚姻的案子。咱们把林默开除之后，他们俩好像分手。这下有热闹看。确实。红姐，这个案子也赚不到什么钱，咱们确定要接吗？稳赢的官司为什么不接？林默，只有你离开这个行业，我曾经借你上位的污点才会消散。连哥，咱们的官司是不是打赢了？必须的。王乐乐官司输了，以后就没人敢告咱们了。老子这套手段简直无敌，没有人能治得了我们。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法外狂徒。对，就是法外狂徒。那帮学霸每天像狗一样的被我们欺负，太他妈爽了！老子要告诉他们，混社会才是王道。读书读个屁！对，说的滚！过来，田哥，我可以给你们交保护费，你们以后别欺负我了，行吗？你连你妈的医药费都交不起了，你有个屁的钱啊！我发现我爸的养老金了，是吗？你赶紧给我。不过钱都在家，我怕掉了，要不你们跟我回家去取？去他家不会有诈吧？屁！我看就是被我们收拾服了，知道主动孝敬我们了。走，拿钱去你家拿钱来。天哥，我先交1个月的保护费可以吗？行，1个月8000，赶紧拿。这是8000。现在1个月保护费涨到1万了啊！走。那是我的烟，还给我。你说是你的就你的，老子捡的就是老子的。你们这是在抢劫？抢劫？抢你了怎么了？啊？有本事你去告老子！走。今天这1万是甜头，还剩4万等着你们去拿。到时候，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们。赶紧给我拿钱！天哥，你们这2天先后拿走了5万块钱，我家真的没钱了。走。没有，告诉你，赶紧去凑钱，明天我还来。走。这帮畜生，太猖狂了！大海哥，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我们现在就去法院起诉，在之前的诉状里再加一条，入室抢劫罪。起诉还是老一套的故意伤害罪，后面加了一条抢劫罪，难道有什么新的证据？怎么回事？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抢劫呀？我又不是傻。这不一定，既然他们敢提出来，或许真的有一些证据呢。田总，这次我们要做好充足准备，
林律师，那就拜托你了，这次委托费增加了5万，我儿子可不能出任何差错啊！你放心，包在我身上。没想到啊，这么一个稳赢的案子，居然也能赚个5万块呀！不赚白不赚。至于这抢劫罪，估计是林默胡乱添加的。就算考生做卷子，不会答也要填满。这个蠢货。倪律师，请问您为什么拒绝庭外调解，并且还要申请庭审直播？因为我要替律政界清除林默这个祸害，避免大家再上当，同时也向全国人民证明田英光他们3人的清白。林律师，网上都说您会坑彩魔大海父子，对此您如何评价？林律师，据传宁红律师是您的前女友，你们2个对簿公堂，是因爱生恨吗？宁红律师背后不止他一个人，您是在与整个金汉律师事务所作对，您知道吗？各位记者朋友们，我们顺和律师事务所非常有信心打赢这场校园霸凌案，欢迎大家来委托我们顺和律师事务所打官司，谢谢。哎，这是在打广告吗？他哪来的自信啊？乐乐，你一定要赢啊！欢迎娄老师做客我们节目。之前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王乐乐霸凌案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全国的霸凌者都在关注这3个人的结果。如果林默律师再输了，那是不是全国的霸凌者都可以模仿这3个人的邪恶方式，从而逃离法律制裁？娄老师，对此您怎么看？这个案件确实特殊。首先是要证明霸凌者确实实施了身体霸凌，如果证明不了这个，估计还是跟上次一样。大家往前看吧。现在开庭，现在有请原告陈述事件事实和理由，以及上诉请求。我方诉求：第一，我申请被告方判处抢劫罪。我方当事人被3人故意打伤，造成手臂骨折。各位，评判一下这个判决吧。故意伤害罪没变就算了，还多了个抢劫罪，真是。王律啊，按我看啊，这林默纯属为了节目效果。接这个案子，估计是为了蹭波热度。哼，是你们记得吧？上次他把委托人给送了，这一次该不会想做伪证，再把自己给送进去吧？第五，我要求对方承担本次以及上次2次律师费。原告律师，请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方当事人触犯了故意伤人罪和抢劫罪。如果你拿不出证据，那我可以告你诬陷，诽谤我方当事人。抱歉，你没有权利要求我拿出证据。审判长，对方律师对我进行公开威胁，试图妨碍司法正常进程。我申请被告方律师离席。申请无效，驳回。现在还未到被告律师发言，警告一次。哼，原本还想让你输得体面一点，既然你不知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诉讼方律师林默，如果你提交的诉讼申请没有事实依据或者法律依据的话，如果你作伪证，你将会受到检方以作伪证罪起诉，追究刑事责任。你确定吗？确定。肃静。接下来，请被告方律师答辩，并提交诉讼申请。我方答辩意见如下：第一，针对诉讼方王大海对田英光等3位我方当事人的控告，我全部驳回，并且要求严肃处理原告方律师漠视法律条文的恶劣行径。第二，原告方污蔑我方进行校园霸凌，引起了社会舆论，
对我方名誉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方要求60万元赔偿。诉讼请求完毕，请原告方出示相关性的法律事实依据。审判长，在提出依据之前，我申请我的当事人王乐乐描述他受到霸凌的过程。请开始。我被他们威胁从事各种危险的运动。从这儿给我跳下去！求求你们了，你们饶了我吧！你跳不跳？不跳。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喜欢吴家，你要是不跳，我们就把他抓来让他跳。我跳，你们别欺负他。快点儿！跑！让你们为什么一直欺负我？因为你穷啊！你父母没有出息，所以我们欺负你，不需要受到任何的惩罚，懂了吗？来，自己给自己身上烫个洞。不要，我们可是知道你家住哪儿，你不希望你自己的家着火吧？你们别去我家！对，就这个。他们用烟头烫我，还逼我跳楼。肃静！他们还往我饭里吐痰，把啤酒摔碎了，让我往上面爬。他们审判长，从我当事人的诉说来看，被告方3人多次对我当事人进行威胁伤害，已经达到了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林律师是在拿着上一任律师的稿子念吗？我也看不懂的，或许他还有奇招，咱们继续往下看吧。请原告方律师继续出示有关被告方抢劫罪的犯罪证据。好的，审判长，这是一段关于抢劫罪的录像，我申请播放。同意。怎么还有抢劫录像？这是我的烟，老子捡了就是老子的了。你们这是在抢劫！抢你的怎么了？啊！有本事告我！审判长，田一光3人明目张胆地从我手里抢走了价值1包30元的芙蓉王香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都已经构成了抢劫罪。这够不上抢劫罪，顶多算是犯侵占罪，而且数额极小。另外，香烟已经拆过了，无法证明其中的价值。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这是我给你们3个最后的机会。原告方现已提交证据，被告方委托律师可对证据进行查看，有问题可以当庭指出。第一，原告方律师说我方当事人胁迫王乐乐自伤是吧？只是对方的口述没有事实证据，故意伤人罪不成立。至于抢劫罪，就更无理取闹了。若是香烟价值属实，最多是犯侵占罪。况且香烟已经拆，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已经抽完了丢掉的空盒，没有价值？所以侵占罪也不成立。审判长，林默律师无视法庭威严，我有理由怀疑他是故意浪费法律资源，浪费大家的时间。佳佳，乐乐是不是快输了？好像是吧。如果林默律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这场官司就输了。罗老师，那以后全国的霸凌者是不是都可以学这3位恶魔的霸凌方式了？李律师，
我原本以为你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想到你们却愈发嚣张，丝毫没有悔改。你当真以为我没有办法处置你们这些校园霸凌者？沈班长，我怀疑原告方律师在威胁我方当事人。原告方律师，请冷静，这里是法庭，一切以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主。警告一次。审判长，我之前提交的证据错误，我现在申请补充新的证据。我认为田英光3人对我当事人还进行了入室抢劫。同意申请。这是8000。现在1个月保护费涨到1万了啊！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一次，请大家继续往下看。王乐乐，来拿奖啦！起来！天哥，这是我家最后的签了名啊！再动！继续给我搞全啊！审判长，田英光3人分别在4月25日、26日、27日以收保护费为5次进入王乐乐家中抢夺5万元，每次1万元，已经完全构成了入室抢劫罪，多次且数额较大。我现在申请判处3人死刑。这3人完全符合入室抢劫的情况，而且途中出现了收保护费、抢夺现金的画面，这更加证实了罪名。所以，罗老师，这3个人是不是要被判刑了？虽然不是以霸凌伤害的罪名，但是入室抢劫的罪名更大，量刑更加严厉，是重罪。那有可能是死刑吗？入室抢劫的量刑起步就是10年，而且在视频中我们也看到了，金额极大，而且是多次。如果法官判断此事件对社会负面影响极大，还会增加刑罚，死刑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宁律师，我们就是去收个保护费，这怎么能是抢劫？而且你也没有提前问我们。审判长，我方没有进行抢劫行为，视频最开头是王乐乐主动把钱给我的当事人的，这是赠与行为。还未到被告律师发言阶段，警告一次，请回原位。原告律师，你说有5次入室抢劫，怎么视频里只有4段？请大家看最后一段视频。赶紧给我拿钱！天哥，你们这2天先后拿走了5万块钱，我家真的没钱了。我方当事人已经被3人欺负到这种，我有理由怀疑对方3人对我方当事人的威胁致伤也是存在的。对方不仅触犯了入室抢劫罪，故意伤人罪也是成立的。罗老师，林墨律师的说法成立吗？成立的，学过刑法的都知道，有一个叫条件因果关系的原则，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说来判断因果关系。拿此案件来讲，我们可以反推，3人威胁王乐乐入室抢劫这种更高一级的犯罪情况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更低一级的威胁王乐乐自伤的犯罪情况也可以成立。这个林墨律师水平还是很高的。原来是这样，那是不是可以数罪并罚，判处田英光3人死刑了？这个要看法官怎么判了。我想说的是，这里是高级法院，如果真是抢劫罪，最高法院可以授权其核准死刑的权利。这样啊，那岂不是……控告方律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审判长，此事件极其恶劣，田英光3人不仅触犯了入室抢劫罪、故意伤人罪、侮辱诽谤罪，还引起了社会的公愤。我现在恳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们认真考虑我的诉求。我的陈述完毕。被告方律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这明显是对方律师布的局，这还有天理吗？被告方律师，请你拿出证据来证明这是原告律师布的局。你快说出事实情况，是王乐乐引诱你们去他家的。对，就是那天王乐乐说
没有钱，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他家拿了保护费。对，我申请向我当事人请问一个问题。同意申请。乐乐，你当时是否说了这句话？我当时说的是我身上没钱，只有家里有钱，他们就胁迫我回家抢了我的钱。陈曼然，我问完了。放屁！我绝对是你指使的，你知道这比赢不了我，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被告方律师，这是法庭，如果再有下次，我将请你离席。现在出示你的证据，证明你的当事人是被引诱进行抢劫的。双方对于对方提出的事实依据和论据是否还有异议？审判长，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双方都无异议。现在进入休庭，1个小时后，双方进行完最后的法庭陈述，我将当场宣布本次的庭审结果。休庭。刘律师，我不会真的要被判死刑吧？不会，至少本次庭审不会宣布你死刑。放心，我会帮你们翻案的。申副院长，我们怎么判？案子变化的太快了，已经由民事案件上升到了刑事案件，是不是让检方再提起一次公诉，再重新审？把院长叫来，进行死刑裁定。啊？小孙啊，可不能太草率，要慎重。原告证据充足，司法解释合理，数罪并罚。除了那2个未满18岁的，田英光死刑符合刑法规定。刀是他掏的，入室抢劫的钱也是他拿的，性质极其恶劣。老陈，如果不同意，那你说应该怎么判？可是我觉得啊，把他们移交给检方提起公诉再审比较符合规定。同时呢，向最高法院提交材料，由他们来核准死刑。而且这量刑的过程也需要仔细研究才对啊。你怕了？我怕什么？你知道吗？这场庭审有多少人在关注吗？有多少霸凌者在看这次的庭审结果吗？这是直播。如果我们办得不漂亮，岂不是会让民众质疑司法的公正性吗？这，老陈呐，那个林默已经给过他们很多次机会了，他明明手里拿着王炸，为什么还要做出之前的荒唐行为？无非是给他们3个最后的警告而已。唉，可惜啊，他们3个丝毫没有悔改之意。我也看出来了，既然这样，我也不拦着你了。好，我立刻向最高法院申请死刑裁定。这场是我主审，所有责任我来承担。罗老师，您可以猜测一下判罚结果吗？目前证据充足，具体怎么判就看法院了。但无论怎么说，这一场林默赢了，而且赢得非常漂亮。现在开庭，请控告方、被告方做最后的陈述。控告方，你方准备好了吗？我方已经做好准备。那么，开始吧。审判长，在此之前，我想先向田英光问一个问题：是否和本案有关？是的，同意审判。我想问田英光，你在对王乐乐实施暴力时，是否感到极大的征服感和愉悦？审判长，我方请求拒绝回答。同意申请。控告方律师，请开始你的最后陈述吧。好的，审判长。我方认为，校园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是所有校园霸凌者的保护法。被告方面对铁证一而再、再而三的否认，迟疑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态度极其嚣张，对我当事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影响社会极其恶劣。我觉得他们应该面对法律的惩罚，以进校园。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请被告做你最后的陈述。审判长，我方当事人未满18岁，例如故意伤害罪发生时，3人均未满18岁。法律明确规定，犯罪时未满18岁，不适用死刑，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方陈述完毕。
双方当事人已经完成法庭陈述，准备宣判，全体起立。孙振华办得漂亮点。我们的法律应该是来保护孩子们茁壮成长的，这也是民意。既然有了证据，就不要有压力。是。依据我国刑法，对于故意伤害罪、入室抢劫罪的司法解释，被告人田英光、许志毅、邱天雷以胁迫威逼的方式让原告当事人进行自伤，造成身体多处骨折，造成故意伤害罪。同时，被告当事人以收取保护费为由，5次进入王乐乐家中进行抢劫，其中1次田英光持刀抢劫，抢夺总金额5万，抢夺金额巨大，且对王乐乐人身安全构成威胁，构成入室抢劫罪。此案情节及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下面宣布庭审最终结果。经过合议庭裁定，正对控告方提出的诉讼请求，判处被告人田英光死刑，缓刑2年执行；许志毅、邱天雷2人未成年，但超过16岁，负刑事责任，从轻判罚，数罪并罚，判处25年有期徒刑。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怎么可能是死刑啊？王乐乐就是一个老师穷逼他，就活该被我们欺负，凭什么判我死刑啊？我还是一个未成年。田英光，你在入室抢劫的前一天已经年满18岁，你用这笔钱给自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难道你忘了吗？全都是你设的局，我他妈要杀了你！啊！肃静。庭审中，针对原告方对被告方提出的赔偿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考虑到原告方王乐乐身体受到多次伤害以及精神损伤，赔偿成立。田英光、许志毅、邱天雷共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王乐乐100万元。现在闭庭。我不知道王乐乐之前经受了何种痛苦，但我非常开心，他没有放弃拯救自己。就在这一刻，他得到了证明，等来了属于他的正义。但迟到的正义，还算是正义吗？我们也可以往好处想，至少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这是属于他的魔力，也是他成长路上的磨刀石。林默律师把盾牌竖在王乐乐身前，在保护他的同时，也掏出最锋利的矛刺向罪恶之人。他颠覆以往所有的解决方式，跳出自证陷阱，反客为主，掌控全局。庭审非常精彩。沈班长，我们是冤枉的。行了，令律师，冷静一点。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进去。你什么意思？谁知道你有没有在背后煽动他们抢劫？在你接受委托的时候，他们正在抢劫，说不定就是在帮你抢夺律师费。你别血口喷人，只有你这种无良律师才会做这种事儿。审判长，对方律师污蔑我是无良律师，贬低我的人格，我认为足以构成诽谤罪。审判长，对方律师当众威胁我的生命安全。行了，林律师，庭审已经结束，你要有什么诉求，提出就好。没想到这个林默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是个败类。不行，我要到律师协会去告他，要开除他。那个黄律啊，林默其实没有加入律所。对，没加入开除。爸。林律师，谢谢你。哎，这可使不得。林律师，你就让我跪一次吧，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起来。你们已经报道了，你们信任我，我才能借助你们的名气彻底翻身。放心吧，以后我会案源不断，
平步青云。林律师，田英光三人的入室抢劫是否是您布局的呢？您的行为合法吗？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顺和律师事务所打官司，绝对是在法律的范围内，给您最大的专业保护。啊？那林律师，您是如何绝地反击的呢？主要还是我们顺和律师事务所团队比较厉害，打官司就找我们顺和律师事务所，我们是专业团队。林律师，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儿子吧！你要多少钱都行，我儿子不能死刑啊！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今天就算磕死在这，法律也不会放我。林律师，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同情心？王乐乐被欺负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同情？田英光几人欺负别人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同情？那些校园施暴者的阴影，往往会伴随着其他人的一生，你知道。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恳请再给我儿子一个机会啊！你们不是知道错了，你们只是怕死而已。儿子啊！懊悔、生气、反省，不，只有死刑才能让你们这些校园施暴者过不去。这就是法律。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不再接受谈。宁律师，对于林墨律师在此次庭审中的绝地反杀，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像林墨这种以歪门邪道打官司的人，只会是法律体系内的祸。在面临校园霸凌案件，他应该做的是极力验证对方故意伤害成立，而不是以诱导、设置陷阱的方式来获得新的证据。他这样做，无疑是给所有青少年开了一个坏头，影响极其恶劣。不好意思，咱们大家。哎，宁律师，宁律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宁律师，再给我回答几个问题吧，宁律师。林墨自知法律知识浅薄，在法庭上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于是他偷机取巧，侥幸赢得了这场官司。换句话说，在专业领域内，我并没有输给他。林墨，林律师。再多说几句吧，多说几句吧，王律师，再回答几个问题吧。意思啊，就说本一本的大学。哼，嘴还挺硬。好了。3起离婚案子全都判了离婚，看来这个世界的司法建设还没意识到聘婚现象，难怪令狐胆那么大，专门帮那些捞女骗财分家产。上一次这种离婚案我用的太多了，既然你说我没有真才实学，那我就在你最擅长的婚姻案击败。请问有人在吗？林律师，林律师，你还缺律师助理吗？你来应聘助理？啊，我叫夏琳，来自于西南政法大学，今年大4，想要实习。我刚看了你的庭审直播，十分钦佩。你看，你能招我当你的律师助理吧？你这身打扮……哦，我是孤儿，从小在武当山长大。那你会功夫吗？当然啦。怎么样？
打得不错吧？不错，但是我要的是可以实战的，不是武术套路。我能实战，这样你来攻击我。你真能打呀！当然了，我从小在武当山习武长大，已经快20年了。我还进行过专业的格斗训练呢。前世我要是有这么厉害的助理贴身保护，哪里还会遭受暗算啊？11月，幽亲律手殴打委托人；12月，无忧律手条件是殴打被告人；1月，将对方律师打进医院。他们都是利用法律的漏洞满足自己的私欲，我实在看不过。算了，你要实在接受不了，我走就是了。你被录取了。真的？那你能给我1个月2000吗？我给你4000。谢谢老板。待会儿有个客户要来，你也要展示一下你的法律实力。要是表现得好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加一点。没问题。林律师，终于见到你了。你真能帮我打赢离婚官司吗？请坐。这位是？他也是你的法律顾问。哇，不愧是林大律师啊！不仅精通法律，还开辟了神学的业务，神学法律相结合，简直战无不胜啊！他平时喜欢玩 cos， 我们是专业团队，不玩神学那一套。你先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吧。我是做游戏直播的，也赚了些钱，在夜店认识了我老婆。可结婚之后我才知道，他富二代的人设都是假的，都是他骗人的。这婚后的吃喝穿住都是我的钱，我就是傻，把银行卡全给他了，还听了他的鬼话做了结扎。就在1周前，我偶然发现我的账户全空了。他最后说想要个孩子，可你也知道我做了结扎呀。他说这都是我的错，要跟我离婚。妈的！我这才意识到我被他骗了。后来我一查，我才知道他之前就是一个出台的，还做了好几次胎。现在情况是我的钱都在他身上，他还威胁我，如果我不和他正常离婚分割财产的话，他就把钱全部都挥霍掉，一分不剩，还会借款营造夫妻共同债务。可离婚就得分割1半的财产啊！哦，对了，有离婚那个贱人给他当律师，可能还要多分一些。我也找了很多律师，他们都不敢接呀。林律师，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有。太好了，什么办法？夏琳，你先说说你的想法。这种人利用法律来骗钱，就是邪恶之人，当杀！林律师，你确定你们这是正经律所吗？夏琳，冷静一点，从法律的角度说，不然没工资了。抱歉啊，激动了。这位先生，你的大部分财产呢，来自于婚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在婚姻诉讼中你能分到60%，但如果不想分割的话，那第一，你就要证明你婚后的存款是你公司经营的周转资金，不属于个人财产，这样你就不用分割。第二，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防止那个女人挥霍。第三，向第三方这些方法我都听过，我也找了很多的知名律师，但他们说操控难度太大。林律师，你和你助理如果都是这种水平的话，恐怕也帮不了我。林律师，你看嘛，这平常的办法根本就不行，要不我去揍那个女人一顿算了。林律师，我这可是正事儿，你特意给我打电话，我才特意赶过来的。别急啊，我觉得我书里说的并没有错，这是所有专业律师都会用到的方式。理论上来说，确实没有办法。明明是那个女人设的局，为什么我要吃亏啊？还有没有王法了？既然
从婚姻法论，想要保存你的财产很难。那我们换个思路，直接起诉你老婆家暴、诈骗以及非法转移财产。那我们就换个思路，直接起诉你老婆家暴、诈骗以及非法转移财产。这合法吗？不管合不合格，只要能让他进去，你的钱就保住了，还能跟他离婚，还能让他净身出户。哇，这么猛！林律师，是真的可行吗？有一定的把握，但没有官司可以保证100%赢。你如果想打，就签委托合同，律师费就从你拿回来的财产10%算。林律，这真的能行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婚姻法里论证，击败对手吗？那样能行吗？好像赢不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对方的框架里跟他们辩论？只要这个事情是正义的，无论我用什么办法，只要能赢就行。夏哥，无论如何，我都是帮你拿到钱再收律师费。当然，你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去找其他律师，然后被分走一半财产。行，那我就赌一把，如果真能把那个捞女送进去，那我就太爽了。那你就先回去整理好资料，等我们这边准备好了，就直接起诉。哎，好，那林律师，那就拜托你了。刚才的表现不错，专业素质也还行，给你加1星。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你得帮我完成一个任务。保证完成任务。这是对方的代理律师，发现什么问题？共筑美好新生活。胸很大，腿很长。我让你看细节。啊，细节。哦，这个丝袜很性感。哦，这个丝袜很性感。算了，你看见没？他的每一条视频下面都有人评论在线教课，他一个律师教什么课？这肯定有问题。你去弄清楚这个线下授课，想办法潜入进去拍摄视频。什么？这是关键证据，我们下一场能不能赢就看你了。潜入？我不太会呀，而且拍到视频就能证明对方是诈骗罪了，这真的能行吗？有奖金，拍到证据，奖励1000。我可以。那我要怎么接近他呀？笨啊，你直接到律所找他呀，就说想要和老公分家财产。哎，你记得，你明天穿成熟一点，最好把自己打扮成少妇的样子。林律师，人家可是正经人。你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让你穿得成熟一点，人家打的可是离婚官司，你至少也要让人相信你结过婚吧。这样啊，我懂了。张律，您找我了。坐。你是不是接了那个网红侠客的离婚案啊？是的，不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内操作。我不是管你接的什么案子，这次叫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林默，他刚刚接受了那个网红侠哥的委托，再次成为你的对手啊！之前王乐乐的案子被他投机侥幸赢了，没想到竟然自不量力跟我打婚姻案子。他的法律素养我可太清楚了，张律，您放心，这次我有十足的把握在法庭上暴杀他。林律，你看我这身怎么样啊？不错。您哪来的钱买这身名牌？假的。林律，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天天穿给你看呀。少跟我皮，赶紧去干活。哎呀，你确定不多看一眼吗？你奖金不想要了，敢色诱你老板，真是不解风情！哼！哎，等等，要是令红要验你资怎么办？这么麻烦，还要验资？你看这个行吗？武当山道家传统武术馆，这栋楼是你的？我批的。不错。哎，你要是进了线下班，你一定要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不要遇到任何情况就用武力解决。拍下来，交给我处理。知道了。根据前世经验，令红的线下班绝对像洗脑一样教人怎么骗婚、分割财产。像林这性格，真怕他当场把令红给打死。你好，您就是夏女士吧？你就是宁红律师，请坐，请坐。宁律师是这样的，我老公他家暴我，我该怎么办呀？家暴？您考虑过离婚吗？离婚？哎呀，我家里所有经济来源都来自于我老公，我要是离婚的话，我的生活质量会下降的。您有所不知，我可以让您离婚之后分到应得的40%，还能这样呢？夏女士，我下午有个公开课，就是关于帮助女性维护合法权益的，您可以过来听一下。好啊，不过我们是有条件的，需要您出示一部分资产证明。哦，那没问题。那夏女士，恭喜你成为我们线下女性权益维护班的一员，欢迎你的加入。放心，我下午一定准时到。马上要赢一个虾哥的官司，拿18%的分成，估计得上百万。这边又无缝衔接一个夏女士，哎呀，生活真是美好呀！之前宁律师帮我打赢了官司，我分了500多万的家产呢，而且我才结婚1年，1年就分了500万，姐妹太羡慕你了。哎，我那个结婚对象啊，家里只有3套房，不过没关系，我当时跟他结婚啊，就是看中他的房子，离婚了我肯定能分一套。我听说啊，只要好好听宁律师的课，自己也能操作呢。哎，我现在就在操作，我家那蠢男人呢，还在努力赚钱呢。等他赚够了钱呢，我就一鼓作气把他分割全拿走。姐妹们，咱们得独立，得脱离男人，这条路啊，准没错。不行，克制住。家人们，我是丽红，我目标是拯救所有婚家庭当中的女性，离婚分财产，找我更保险。离婚分财产，找我更保险。姐妹们，我们都是一个组织的成员，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下面我将邀请一位我们的核心会员进行我们的口号宣传。
我今天就回去离婚，必须要分到我老公的钱。这帮臭男人不能禁锢我们的自由，我们必须要放生，要独立。我可知不道。哎，夏女士，听完讲座你也知道，我是专门维护我们女性权益的，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的？啊，宁律师，您的课非常的不错，等我回去做些准备，我到时候联系你啊。哎，我近期正好有官司要打，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现场观看。嗯。离婚分财产，找我更保险。姐妹们，我们都是一个组织。怎么样，林律师？我的1000元奖金在哪？你过来看一下，我标记出来的地方你剪出来，这些都是证据。啊，还有剪辑5000工资，还有奖金，你不干谁干啊？好，我干就是了。哼。对了，林律师，我分析过了，聂红根本没犯罪，顶多就是一个非法聚众，这拘留几天就出来了。到法庭你就知道。林律师效率可真高呀！怎么不欢迎我回家呀？赶紧滚！滚！瞎子，我警告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不然你那点钱我全都投资亏光了。不仅如此，我还要制造我们的共同债务，让你欠债。哼，诈骗到我头上来了，我看你是吃太饱了。吃什么？法院传票。你终于想通了？你他妈傻吧？不是离婚官司，你这起诉的什么东西啊？家暴、诈骗、非法转移财产。瞎子，你他妈是不是神经病犯了？怎么怕了你就净身出户，果然的，你就去踩缝纫机坐牢了。喂，宁律师，事情发展的不对啊，我老公要把我告上法庭了。不要急，这不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吗？现在我资料已经整理好了，只要签了委托合同，立马就能打离婚官司，你保证能得到你想要的。不是离婚官司，是他告我诈骗、非法转移财产。你说什么？王女士，你先别着急，可能是对方在搞你心态，你这些罪名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可能他们已经自乱阵脚了。这场官司稳赢的。那就好，宁律师，我永远相信你。林默，这是场离婚官司，你没有任何操作空间，必输无疑。宁律师，你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呀？这一次我是为了广大男性朋友来说话的，不能再让骗婚你嚣张下去。林律师太帅了，我支持你。那个女的看着有点眼熟啊。全体起立。又是这个法官，前3次巨额财产都是他分割的。能不能换一个呀？他完全就在偏袒女性。我知道大家的不满，但人家法官的判决也没有任何违反法条的地方，都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这一次林律师的处境就没那么乐观了。现在开庭。原告张有才控告被告方王雪家庭暴力，同时以结婚为名义对其进行诈骗，并在婚后进行非法财产转移。
请问原告方是否属实？我方控告王雪全部。我去，不是离婚，卢老师，快评一评，怎么变成刑事案件了？还得是林律师啊，总是能给我们惊喜。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是单纯打婚姻官司的话，只是单纯的房屋，无非就是财产分多分少。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是以婚姻的名义进行诈骗活动起诉王雪的话，一旦罪名成立，王雪被判刑，婚姻解除，1分钱都不用分，实属高明。哈哈，不愧是林律师，思路就是活跃。新佛，林律师又整新佛了，大家好好学。附敬，下面请原告方律师开始陈述事实和理由，以及你方的诉讼请求。好的，审判长。好的，审判长。被告方王雪以婚姻为名义进行诈骗，要求我方当事人在结婚时进行结扎，后以结扎为由逼迫我方当事人离婚，并在婚后1年内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偷偷转移我方财产总计1100万元。我方要求对方全额赔还，并且赔偿我方当事人结扎腹痛失败后的精神损失费，以及王雪婚后挥霍的资产总计300万。怎么办啊？小问题，那拜托你了，宁律师。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原告方陈述完毕，请被告方律师陈述你方的诉讼申请。我方申请如下：一、驳回原告方律师所有控告申请。据我所知，我方与对方结婚2年，感情十分稳定，转移财产是对方允许的事情，结扎也是对方同意的，所以根本不构成这3项罪名的条件。二、原告方多年从事直播事业，忽视我方当事人情感感受，我方当事人深感孤独，想要一个宝宝陪伴，但男方失去生育能力，导致我方当事人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夫妻名义名存实亡，可以从法律层面上解除婚姻关系。我方要求分割婚姻2年内共同创造的财产，财产如下：江海市区180平房产1套，银行存款1100万元，以及若干银行零碎余额。我方陈述完毕。林律师，法官看上去好像很同情他们，我们是不是要输了？放心，输不了。原告方的委托律师，请你针对你方提出的被告方依法财产转移、家暴、诈骗等情况，提出你方的事实依据。审判长，我能不能问王雪一个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是的。申请通过。我想问王雪，你在2年前你认识张有才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指导给你包装后，让你去引诱张有才先生喜欢你，从而结婚的？审判长，此问题与本案无关，我方拒绝回答。同意，请原告方不要询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好的，审判长。第一，我先提交有关王雪非法转移资产的事实证明。在王雪和我当事人离婚后的1个星期内，王雪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将财产从我方当事人的银行卡转入到他的账户里。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审判长，我申请提前驳回原告方提出的非法转移资产罪。原告方律师，你方是否接受对方提前论证？当然可以。审判长，这些证据上面详细记录了每一笔转账都是对方当事人同意的，所以根本没有非法转移资产这一说。王雪，你这个贱人，每次在我直播的时候你就来找我，我不同意你就来干扰我的直播，我还以为是什么小额转账，我就同意了。你还趁我直播的时候，偷偷拿我手机删掉了你的转账信息。肃静，
原告方当事人警告一次。林律师，快反击啊！我不知道是他们设的局。林律师，我们该怎么办啊？原告方律师，针对被告方提出的证据，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请原告方继续提交你方有关诈骗罪的事实依据。审判长，这是王雪进行诈骗活动后，对我方当事人进行有规模、有组织的诈骗行为证据。同时，我认为令红律师是该组织的首要。该组织性质乃邪教，我怀疑令红律师不仅参与诈骗，还组织邪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性质极其恶劣。下面请看一段视频。家人们，我是令红，我的目标是拯救所有被家庭压迫的女性。我林大律师果然要整狠活啊！这是要把对方律师也送进去的节奏啊！从婚姻官司跳到诈骗我还能接受，但是状告对方律师还把邪教教主诈骗头目往他身上扣，我已经绷不住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林律师这个人是不会乱来的，在没有证据之前，我也不好评判，请大家继续往下看吧。林墨，你是不是脑子有病？证明论证赢不了我，就用这种胡搅蛮缠的方式，你这个无良律师垃圾！宁律师，请注意你的言行。离婚分财产，找我更保险。姐妹们，我们都是一个组织的成员，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下面我将邀请一对核心会员上台，进行我们的口号宣传。从来没想过，这种用婚姻诈骗财产的行为，竟然可以形成一个组织，太恐怖了。家人们，谁懂啊？这是有规模、有组织的对我们男人进行诈骗啊！他们现在是在迫害虾哥，但如果我们不为虾哥发声，下一个就是你，就是我。林律师，你一定要帮我呀！林律师还能这么玩呢？莎莎，稽查物料，这些都是小场面，你得习惯。哎，那你说咱们能把那个聂红律师给送进去吗？好好看，好好学。打官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对方的情绪拉入到陷阱中，造成他的恐慌。啊，林墨，你他妈是不是傻？我这是线下讲座，那些都是口号，跟诈骗和邪教有什么关系？审判长，对方律师根本不懂法律，满口诬陷，他就是个疯子。他就是个疯子！被告方律师，现在是原告律师提供事实依据环节，请不要干涉，警告一次。真以为老娘不会反驳你的这些论点是吧？走着瞧。罗老师，林律师的论据能够成立吗？是啊，必须要把这女人抓进去，她的行为完全就是在钻法律空子。这一次，林律师又给咱们上演了一出大戏。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要他的司法解释没有问题的话，是完全有可能成立的。林律师活生生将自己从婚姻法的不利当中拉扯了出来，将对方带进自己的领域当中，真是厉害。原告方律师，你对你提出的证据还有什么要补充解释的吗？有的。首先，我将对组织邪教罪进行补充解释。邪教是指利用宗教、气功或冒用其他名义建立的非法组织，通过神话、鼓吹首要分子，利用散布迷信等手段诱骗他人，控制、发展者，危害社会。那么，我为什么说令红律师触犯邪教罪？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身份卡片，有红色、绿色、白色等等，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分工明确的组织。这是一份录音文件，是他们入会的过程。比如验知什么，可以证实这是令红律师一手建立的团体。那么我为什么说是邪教呢？很简单，我们逐条分析。第一条，神话鼓吹首要分子，大家想看？维护
红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救世主，女性自由斗士，女性自由斗士，只有令红才能拯救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全场的人都在呼唤令红律师为救世主、自由斗士，还高喊只有令红律师才能拯救我们的口号。这完全就是组织成员在进行神话，鼓吹首要分子，而令红律师就是这个组织的首要头目。第二，教育。这视频总结了利用婚骗后的巨额财产实现财富自由，这就是他们的教育，是完全负的，无视正常恋爱和婚姻关系，以利用法律夺取另一半财产为目的。这样的手段已经完全危害到社会。第三，令红律师通过散布离婚就能分割大量财产为由，吸纳了大量会员，然后利用法律漏洞帮助会员们骗取配偶财产。这些都是发自网友们内心的恐惧，他们不敢结婚，不敢接触女性，还引发了社会大面积的恐慌。这三者完全达成了法律上对邪教的。该邪教是由令红律师一手建立的，该组织以婚姻为诈骗，那么诈骗罪也成立。审判长，我的陈述完。卢老师，这样行吗？可以的。一个组织不是因为是邪教才被定义为邪教，而是做了邪教的事情才成为了邪教。林律师的司法解释通俗易懂，由此可见，他的法律功底并不弱呀。是他？该死，原来是林默派来的卧底。不能慌，我一定要冷静下来。审判长，此视频为非法拍摄，根据法规，偷拍而来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应。哎，我受不了了，他居然还在狡辩！你看我不揍他！去吧，我会替你减刑的。什么减刑？你出手，轻者打成重伤，重者当场打死，都是会坐牢的。那老板，你说怎么办啊？审判长，被告方律师，还没到你发言的时间，请注意你的言行。你看审判长怎么就偏袒他了？之前是因为同情王雪，现在发现被骗了，那份同情自然就消失了。接下来看好，为什么法律是现代兵法。审判长，我现在申请询问令红律师几个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是。同意。令律师，你的意思是我偷拍的？那不好，不是我的偷拍，而是光明正大的拍摄。提问结束，现在请被告方律师针对原告的证据进行陈述。林默律师，你说我是邪教头目、诈骗头子，没错，我是组建了一个组织，但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男方张有才因工作原因，长时间冷暴力我方当事人，使我方当事人患上了多种精神类疾病，而我提出的离婚是正常诉求。你说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各种方式骗取公司财物的行为，而夫妻之间的财产属于共同财产，不分公司，两人一体，不构成诈骗行为。因此，我方当事人作为我组织中的会员，没有触犯诈骗行为，我的组织自然也没有诈骗行为。这个是王雪的精神诊断证明。原告方律师，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审判长，我申请再次提交视频证据。同意。我要感谢宁红律师，是他教会了我很多方法，帮我打赢了官司，让我分得了500万家产。审判长，此视频与本案无关啊！第一，宁律师，你可能搞错了，我现在并不是控告王雪进行诈骗，而是控告你进行诈骗。第二，你说王雪患有多种精神疾病，那么我想问，一个重度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是如何一气呵成做到录音、转账巨额财产等
操作复杂的行为。第三，我怀疑他的背后有人替他操纵这一切，而王雪是你的红色超级雷恩，那他背后的人会不会是你？审判长，我申请调查令红律师与王雪的聊天记录。我去，还能这么推理的吗？林律师的逻辑性好强。这是逆向论证，完全就是林律师的临场发挥啊，太强了，完全就是牵着宁红的鼻子走啊。林律师的最后这一手，相当于是控告宁红律师触犯了教唆罪，又扣了一个帽子。这场官司穿插了大量的控告罪名和大量举证，想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判罚是不可能的，需要给法官时间进行梳理。双方对于提交的证据和论据是否还有其他疑义？如果还有其他问题，请立马提出来。原告方当事人和律师是否还有问题？我方无异。被告一方呢？可恶！我要是当庭推翻精神疾病是造假的，他肯定会控告我做伪证。我方没有异议。现在休庭，3个小时后双方进行最后陈述。我将当场宣布庭审结果。同时，我同意原告方律师的申请，请被告方律师提交与王雪的聊天记录。现在休庭。律师，我们是不是要输了？我们是不是要去坐牢啊？你闭嘴！这个林墨简直就是个疯子，我看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王雪，而是想把那个宁红给送进去。他明明只需要证明王雪犯有骗婚罪，就可以保护张有才的资产，结果硬是控告宁红一堆的罪。所以两位怎么看？结合现有的证据，王雪的诈骗罪不足以成立，因为他没有诈骗到手的资产。但是他的骗婚罪是完全成立的，但是骗婚罪又是诈骗罪的一种，所以林墨控告他诈骗罪是可行的。如果王雪的诈骗罪成立的话，那么林红的组织邪恶罪和教唆犯罪就成立了。这个林墨啊，虽然疯狂，但他智慧却是顶级的。所以我说林墨是个疯子鬼才，简直一条龙的控告。他将整个证据链都连在了一起，只要最底层的婚骗罪成立，那他起诉的其他所有罪名都将成立。那就分析一下骗婚罪，列出详细的判罚依据。这一次啊，我们一定要严谨。老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个王雪是有精神病确诊书的，属于无责任能力，是没办法定罪的。如果检测是真的，那令红确实不应承担罪，但令红教唆精神病人犯罪，那就间接成为正犯。要是被法院查到他们伪造证据，那这罪名更哦，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王雪是不是有精神病，这个宁红都是会被判刑的，甚至是犯罪主力，罪更重。所以两位怎么看？张委员，我建议您再考虑考虑，对王雪进行医学鉴定，我们需要最正确的判罚。有没有相同的案例可以借鉴？没有。那我们就是全国第一起了。根据目前的证据来看，宁红确实符合组织邪教罪名，我认为啊，可以判罚。既然我们是全国第一起，以后类似的案件都会以我们的判罚进行借鉴。这么判罚是不是太草率了？而且上面责问下来，我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草率？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非常的愧疚。前2次的判罚，我单方面的认为女性才是受害的一方，婚姻的不幸都是男方造成的。可今天摆在我面前的证据来表明，这一切啊都是一场骗局。哎呀，我现在知道林墨为什么要盯着宁红打，他是想要借助这个案子，告诉全国想要骗婚的人，
你敢骗婚，那么你的当事人和律师全都得进去。二位，所有的责任我来担。我想为我之前愚蠢的判罚挽回一些尊严。现在开庭吧。好。人民起立。现在开庭，请原告方、被告方进行最后的陈述准备。原告方律师，你方是否可以进行最终的陈述？我方已经做好准备。好，请开始。审判长，我方最终陈述如下：我方针对王子以及其委托律师的诈骗行为，提供了大量证据，且来源完全合法，足以证明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最为严重的是，林红律师通过骗婚罪收敛了大量。如果这样的行为不加以对付，不进行严惩，那么全国的律师就会有样学样，开设大量同样的轻者破坏家庭，重者危害社会，造成巨大。所以，林红律师的犯罪违法行为影响极其大，根据现有证据，完全可以判处为组织邪教罪、诈骗以尽效力。审判长，我的最终陈述完毕。被告方律师，现在进行你的陈述吧。被告方律师，请进行你的最终陈述。我方陈述如下：我方当事人因张有才婚内冷暴力，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提出了正常的离婚诉求。对于林墨律师对我个人的控诉，我觉得就是一派胡言。我成立这个组织只是为了维护女性的权益，捍卫女性在婚姻当中的地位。我是为了保护她们，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诈骗一说。说完了。被告人王雪，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审判长，对方王雪是精神病患者，我申请禁止她发言。同意申请。现在双方律师、当事人都已经完成了法庭陈述，准备宣判结果。全体起立。本案缘由：原告张有才起诉被告方王雪婚内恶意转移资产、诈骗、家暴。下面我宣布庭审结果。被告人王雪在其委托律师的教唆下，婚后大量挥霍原告方财产，构成主观意愿上的骗婚罪，构成诈骗行为，但不构成恶意转移资产罪。但考虑双方婚姻尚存，从轻判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同时勒令王雪将1100万元全部转移到张有才名下，并赔偿张有才10万元精神损失费。庭审中途，原告委托律师林墨对被告律师宁红的控诉，由于涉及本案，予以成立庭审。被告方宁红由于教唆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诈骗，构成间接正犯，构成诈骗罪、组织邪教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7年，撤销法律资格证书。现在闭庭。保住了，财产保住了，你是我的神理律师。你磕头，我也不会少你一分委托费的。老大，你可太厉害了，我们居然真的赢了，居然真的把那个傻律师给送进去了。你好歹是道家正统，能不能矜持？哎呀，矜持什么呀？这孽道不出，大道不畅，不把他这种人送进去，我怎么能好好修炼呢？你们这群神经病！我就没罪，老娘是女性权益维护者。林墨，我弄死你！我弄死你！夏令，上。早想揍你了。林墨，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就因为我跟你分手，你就这样针对我？哎，你可别乱说。上次你说过我没有法律功底，打官司就得投机取巧，所以我借这次机会跟你证明一下。哎，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我可没有报仇的意思，我只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把你输进去了。你不要脸，不过也没违法，
好了，别闹了，把宁红交给法警吧。啊，便宜你了。姑娘，身手不错。老师，快评价一下林律师这场官司表现的怎么样？牛逼！林律师，钱到账了，我马上把委托费转给你。这么快？王雪为了捡钱啊，老老实实把钱转回来了。夏琳，待会儿陪我去江海国际大厦走一趟。怎么了？网上好多人都在喊你，想让你救救王浩。什么网号？你自己看。乳母杀人案。没错，嫌疑人是个19岁的学生，叫王浩。刚才在团伙当他的面凌辱他的母亲和姐姐整整2个小时，他实在气不过，当场就捅死了团队老大。结果一审被判故意杀人罪，缓刑2年。这个案子有点像前世乳母案和昆山反杀案的结合体。欺人太甚！什么社会呀？反杀黑社会，除暴安良，竟然还要被判处死刑！老大，你鬼点子多，你就帮帮他嘛。是啊，我也刷到了这个新闻。据说这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一个物理学的天才。他姐姐长得也特别漂亮，只不过是个聋哑人。为了供他弟弟读书，每天在流水线工作长达16个小时。这个案子不是我想帮就能帮的。为什么呀？首先，如果我们接手了这个案子，先不提会得罪对方的辩护律师，我们一定会得罪那些高利贷团伙，还会背负社会的舆论。这个案子比以往的都要沉重，况且一审已经结束，我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林律师说的也没错，目前你们只是一个小律所，是扛不住的。先发育自己，等自己强大了再去帮助别人。放心吧，如果王浩的家人委托我的话，我会考虑接手这个案子的。现在账户上有钱了，得升级一下，跟我去一趟江海国际大厦。去干嘛？给律所找个新地址，在园内那可没什么前途。我们是要搬家嘛，那我得去，我得先占一个靠落地窗的好位置。随你选，你现在可是2号员工，开心就好。走。好，请进。林律师，这间律所刚好要搬走，位置极佳，正好符合您的需求。来，我们进去看看。林律师，来，进来看看。看我们办公场所大气吧？你们是？啊，邱律师，他们是来看办公场所的。我的租期还有15天才到期吧？这个邱律师，您一直不交房租，而且您看起来也交不起下1年的房租了。这个我们也是按照领导的意思。你好，看样子你也是律师吧？既然来了，我就带你们介绍一下吧。我对这里还算比较熟悉。这边是会议室。当年我们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律师聚集在这儿，创办了这所爱心律师事务所，专门为穷人打官司。理想是美好的，可架不住现实压力。后续不断有人离开，最终就只剩下我自己了。如果你们想租的话，老妹，你怎么还在那儿？哎，老妹呀，爸爸是让你赶紧关掉这个律所，安安心心的回去和老郑家联姻的。你怎么还不关呢？距离到期还有15天，你凭什么要我提前走？当初我是和爸爸签订的协议，你没有资格说我。
现在啊，这物业失控人是我。哦，我听你这话里的意思好像是说，就剩下这15天，你就能立马凑够这100多万的年租金啊？我可以，只要为王浩翻案，就一定会有人资助我的律所，我就有钱交租金了。还在想你的破律所呀？你看看你现在乌泱泱的带的都是一帮什么人？他们来这儿呀，只会让我这整一层啊，充满了一股子晦气。哎，不说这么多了，哎，愣着干什么？给我上砸！哎，愣着干什么？给我砸！不要！老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揍他们，有我在，不要怕，官司我赢。继续砸！你找死！你们不用怕，一拥而上，给我砸！秋山，跟他们没关系，这律所我不要了，你别为难他们。哎呀，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以为你是谁？哼，还他妈在我面前装逼？你谁呀？用2场官司鉴定法律界耻辱之位，用2场惊人骇俗的官司流转乾坤，震撼整个法律界，获得大量称赞。目前江海炙手可热的新锐律师，我说的对吗，林律师？爸，明白了。老爷子过奖，在下李默，顺和律师事务所目前主理人。李默，这不认识。爸，要让我意思，咱们现在快把他拿下，快点！你最近没看新闻吗？原来是你，抱歉，之前只听说过您的名字，没看过照片，失礼了。续命而已，不必在乎。好一个续命，犬子无礼，我已经教训过了。林律师，你以为我江海国际法务处是摆设吗？爸，您别为难林律师，他只是来租办公室的。我可以不为难他，但你必须关闭这家律所，回去老老实实的给我联姻。爸，我知道你的理想，这理想能当饭吃吗？你看看你最近混的，你那些所谓的正义之士纷纷离开，你又没有什么收入，连房租都交不起。最近王浩一案败诉了，这网上都是骂你的言论。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回来吧，回来过你的正常生活。老爷子之所以让他放弃，只是因为他长期败诉，无所建树嘛。可以这么说，一直这样失败下去，说明这条路行不通。为什么要坚持呢？老爷子别忘了，所有的结果都是坚持而来的。你女儿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我很敬佩，也想帮帮她。这样，我们打个赌，如果我能赢下王浩杀人案的官司，这家律所留给我，你放他自由，如何？可以。这个案子几乎没有翻案的可能，你们是在做无用之功。好，这个案子我接了。为什么？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喜欢这里，也想帮一帮你，帮一帮王浩。因为我喜欢这里，也想帮一帮你，帮一帮王浩。谢谢。老爷子，邱律师现在是我的合伙人，一起打个官司不过分吧？无所谓，只要2审能赢，这家律所可以保留。赢的标准是什么？简单，就是大众舆论认可。那就很简单了，只要王浩不被判处死刑就行。那我拭目以待。等等，邱律师的自身问题已经有了定论。那秋山打砸我合伙人律所，破坏财物这笔账，怎么算？林默，你别太嚣张了！哼，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就蹬鼻子上脸是吧？别太过分啊！你在威胁我？不是威胁。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那我会将贵公子在律师所门口大闹的场面，以及他歧视性的言论说出去。到时候，多少都会对贵公司的生意有些影响吧。你以为我的法务团队和公安团队能让你得逞吗？可以试试。你想怎么解决？很简单，如果我赢了官司，这家律所给我们免除3年租金。就这？好，没问题。哎，愣着干什么？走！邱律师，2审什么时候开庭？10天后。你是想通过正当防卫来给王浩进行无罪辩护？林律师有什么见解吗？无罪辩护的关键点就是现场局势。如果真如王浩所说，对方拿刀捅他，他只是剪刀自卫，那我们无疑。现在先去和王浩家人签订委托合同。我求求你放了浩浩吧，他对不起死呀！钱我们都还上，我拿命也还上，你就放了浩浩吧。你好了呢？燕子，你没事吧？你儿子杀了我弟弟，当要偿命啊！你们欠下的债务也得继续还。别怕，有妈呢。我跟你拼了！妈的，先给我打一顿，别给打死了！住手！住手！你们没事吧？快起来吧。别让他们靠近王浩家人。嗯。给我上啊！邱律师，我们是正常要债啊，这完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啊！你确定没有违法行为？林默律师，你认识我？哼，现在谁不认识你？既然认识，那就好说了。第一，你触犯了非法入侵罪；第二，你有意图在他人房内实施暴力行为。还需要我多说吗？林律师，你好大的威风！我看你也是个人才，别给这些穷人打官司了，跟着我干。我雇你当法律顾问，年薪100万，再加提成，怎么样？现在我请你们立刻离开，不然我就让你们躺着离开。行，我就给你们个面子，走。快走！好，你们给我等着！等2审的时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走。邱律师，你就别管我们了，你把你牵扯进来就不好了。别怕，我找救兵来了。你好，我是李默。李律师啊，燕子说她认识你，你帮那个被霸凌的高中生赢了官司啊。赵文在这个时候来找你们干什么？赵文来找他们母女俩要钱，还不起的话，就要王艳去拍色情视频还钱。林律师，这个赵文是死者赵武的哥哥，赵武负责放贷、控制女人，然后拍视频交给赵文去销售。
为什么赵文会在这种敏感时期来找王艳他们还钱，甚至还要要挟拍摄视频？难道说什么？没什么，先签订委托合同吧。这里肯定不能住了，先搬到律师所，省得赵文再来骚扰。那你们先去收拾吧。大家好，我是李默，旁边的是邱颖律师。我们现在跟王浩的家人已经签订了律师委托合同。医生，怎么样？姐，王律师，20，我要让王浩死，我儿子死了，现在我2个孙子也重伤不治，他们父子死得好惨呐！我要让他偿命，我要让他们全家偿命！一审判他死刑，缓刑2年，这次又多2条人命，我保证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交给你了。宋总，有件事需要你们媒体帮忙运作一下。林律师，快看新闻！赵的2个儿子，耶？这案子我们才刚接手，怎么难度就升级了呀？林律师，如果我们没有新的证据，就算按照你之前说的那样打，王浩最低也是防卫过当致3人死亡，重一点被判蓄意谋杀都有可能。是的，不过我们可以从新的证据进行论证。你是说证明王浩是夺刀反杀？王家人，赵文让他们偿命！让开！我2个侄子死了，我8岁老娘也差点哭死在医院。我现在就是要找王家人要个说法。住手！林律师你好，我是片区的所长，我姓王。你好，王警官。赵文，别让我找到你的犯罪证据，我早就想抓你了。走。林律师，我们也拜托你了。不是爸不想让你干，是你的方式太理想化了。你要寻找正确的道路，可惜啊，难度又增加了。但也别过了小了你，不要让我失望。你加一下赵文的微信，问他有没有王艳母女的视频。好。现在想要翻盘，唯一的希望就是先要证明王浩是剪刀反杀，而机会就是现场录像。刚才王艳在场，我不好说。据我推测，赵文已经出售了王艳母女的视频，而且毅力爆表，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次逼迫王艳逃。这不可能吧？我没听王艳提起过啊。赵武等人可是对王艳母女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凌辱，以他们放高利贷的状况，你觉得他们不会录像吗？据我推测，他们剪掉了王浩进行杀人的画面，将视频发到了暗网。这种视频会随着舆论吸引大批猎奇的人，过了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没这么值钱了，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再次铤而走险。这也太丧尽天良了。只要有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那万一他们把杀人的画面彻底删了呢？不会，资本的劣根性，没有什么不敢卖的。这种杀人的视频发到暗网，可是比凌辱的画面卖的还要贵。加上了。让他提供外网账号、外网条。他同意了。问他有没有王艳母女俩的视频，我们出50万。啊？骗他的。哦，他说太少了，最少100万。老大，我们还买吗？买个屁！既然他们敢出价，就证明有这个视频。邱律师，你马上联系一下片区的王警官，带着你收集好的资料，跟他们去现场搜查。好，我现在联系。
夏然啊，你马上跟邱律师、跟王警官去现场搜查，我觉得他会帮助我们。那你呢？我去监狱见见王浩，我们分头行动。好。没用了，林律师，我现在是杀了3个人，谁来辩护都没用了。他们是黑社会，利益关系庞大，我怕会连累到你啊。你又没有做错。我是没错，但是这是法律，我们赢不了的。如果我跟你说，你是夺刀反杀，属于正当防卫，可以无罪释放。什么？没有证据能证明我是夺刀反杀的。老大，真被你说中了！赵文这里果然有录像。看到没？证据不就来了？赵武和他2个儿子死的一点都不冤，这种畜生败类，早该下地狱。这个世界的公诉方一般都是检方雇佣来的律师来替他们打官司，倒是跟前世的漂亮国有些类似。朱律师，公诉方提供的证据都是由检方提供的吗？我记得一审时，公诉方律师带着赵武的小弟们提到了王浩蓄意谋杀的证据。检方并没有提交王浩携带刀具蓄意谋杀的证据，只是提交了那把刀具来自王浩母亲餐车的相关证据。所以，王浩携带刀具蓄意谋杀的证据是由公诉方律师自行提出。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录像视频，完全可以论证这个汪冲联合赵家人做的。哇！汪律师，这次和你对簿公堂的可是挺有名气的林默，你有把握吗？我的职业生涯可从来没输，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没有万一，难道你们以为我没有杀手锏吗？毒母反杀案当中，未发现死者赵武对王艳母女凌辱的证据。林律师，好多营销号都在推这个帖子。没错，还说什么赵武是温柔催债，还好心帮助王艳母女找工作还债。我想锤死这个发帖人了。老大，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有，如果我们没有这份录像证据，那么由检方提供的证据会对我们非常不利。那个汪冲会以此为依据来证明王艳母女没有受到凌辱，那么王浩的动机就真的是故意杀人了，社会舆论可能会反过来怒骂王浩。这个发帖人很厉害，就是要弄死王浩。这一定是那个公诉律师汪聪搞的鬼。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一系列操作下来，我感觉他非要弄死王浩不可。这是我收集的关于汪聪的资料，他的问题非常大。这个汪冲有点意思，只给富人打官司，不会考虑任何道德问题。从他的居住环境来看，年收入至少是1000万级。我怀疑他利用公诉律师这个机会和赵家人联系。如果让王浩判决立即执行的话，他会拿到一大笔钱。老大，我们要做些什么？把汪冲打过罪不道德的案例整理出来，我有答应。好。汪律师，对于网上公开批评您为了金钱不顾道德底线，帮助富人逃脱法律制裁的行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王律，你看，这是林默发的，我为你的视频，现在全网都在谴责。雕虫小技，我还以为他们能拿出什么有用的证据，原来是对我人身攻击，手段还真是低劣。记者朋友们，对我的谴责我都接受，但我希望你们搞清楚，这是法律。我所有的辩护都是合法合规的，我只是为我的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而已，还请不要过多解读。老大，他这是藐视我们呀！看来我们在网上的反击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现在已经从不屑，已经上升到藐视，已经开始轻视。庭审大忌，切莫轻视对手。哦，计中计，那有什么效果呢？走吧，等会儿就知道。
全场起立，请合议庭成员、审判长、审判员入席。现在开庭。一审后的形势对林默非常不利，已经是杀害3人，而且检方律师已经提交了王艳母女未被强奸的证据，林默想要胜诉，非常之难。请上诉方律师陈述你的上诉申请及依据。审判长，在我方陈述之前，我想再次向公诉律师汪冲证实一下，他提交有关王浩携刀杀人的口供依据。公诉方、你方是否同意？拖延时间罢了，给他再听一次口供又何？我方同意。当时我看到王浩挣脱束缚后，拿出腰间的刀开始砍杀现场的人。谢谢。上诉方律师，你方还有什么意见？我想请问汪律师，你能够确定这份口供的真实性吗？我当然确定。审判长，我的提问结束了。那么开始你的陈述吧。我方陈述如下：一，我方当事人前往死者公司，并非故意伤人，也并未携带任何刀具，所有行为均为正当防卫。我申请撤销王浩一审判决，判处无罪，当庭释放。二，我方认为检方聘请公诉律师汪冲存在司法腐败问题，联合被害人家属编造虚假口供。我现在控告公诉律师汪冲达成伪证罪，申请合并审理。三，我方认为检方处理方式过于潦草，证据收集不全，便对我方当事人进行供诉，对我方当事人的名誉以及精神上造成巨大伤害。我方要求进行公开道歉，一定程度的赔偿。这是法庭，不是许愿池。李律师，你要冷静。无罪辩护，还控告公诉律师，又辱骂检方，他不是压力太大疯了吧？审判长，我要求林默律师马上提交有关的作伪证据。上诉方律师是否同意提前提交事实依据？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运气好，让你赢了2场关注度极高的案子，你还真当自己行啊？现在上诉方陈述完毕，请公诉方陈述。审判长，我方申诉申请如下：一，驳回上诉律师提出的正当防卫申请。王浩挣脱束缚后抽出刀具时已经是安全状态，并持刀连杀3人，并且携刀而来，主观意图就是想杀了赵武等人报仇，根本不构成任何正当防卫。二，根据我方2审时新增加的证据表明，王浩的母亲和姐姐根本就没有被凌，所以王浩所说的因为亲人被凌辱才杀的情况根本不成立。我方认为王浩就是蓄意报复，我方申请对王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现在双方陈述完毕，请上诉方针对公诉方的陈述，拿出你方的法律依据或证据来证明王浩是正当防卫，同时证明汪聪进行了证据伪造。把录像和相关证据交上去。审判长，这份录像可以解释一切，我申请当庭审理。申请通过。先生，小王八羔，你他妈干戏啊！你还造反！我他妈捅死你！
审判长，从我提交的证据表明，完全可以推翻公诉方提交的证据，同时也证明了汪聪触犯了伪证罪。林默，你可知道，你刚刚提供的视频只能推翻公诉方的证据，无法证明汪聪触犯了伪证罪。审判长，我当然知道，但根据我的调查，就汪聪联合4个证人所说，王浩持刀来蓄意杀人的说法，并不是检方提交的证据。休庭10分钟。王聪，正如林默所说的那样，你的证据不是检方提供，而是你自己提交的。王聪，你自己提交的证据，当然可以算伪证罪了。黄律师，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在开庭前让你重新再确定一遍口供吗？你给我设套，无耻！那又怎么样？打我们呀！你这个汪聪简直是无法无天，什么证据都敢伪造。是啊，如果一审的时候把录像拿出来，或许王浩就不会判死刑。还得是林律师呀，一出手就把证据拿出来了，厉害。肃静。林默，伪证罪的事儿下面再说，先论证王浩的正当防卫的法律依据吧。好的，审判长。无知，就算是伪证又怎么样？伪证可不是我一个人主导的，顶多判我进去2年就出来了。今天可是王浩的判决，就算林默你拿出了录像证据，王浩也防卫过当，照样得判死刑。疯了，汪聪，你简直是个疯子，宁愿自己受处罚，也要给王浩论证死刑。汪律师，玩弄生命很好笑吗？玩弄生命？难道赵武父子3人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坏人就没有人权了？是，他们有人权，但不要忘记，王浩杀了他们3个，也是他的权利，是正当防卫赋予他的权利。审判长，现在我开始对我的诉讼申请进行司法解释。同意。根据刚刚的录像，我们可以看到，死者赵武等人正在对王浩的母亲和姐姐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凌辱。王浩的愤怒让他的精神开始逐渐崩溃。后面赵武拿刀捅他，这时王浩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之后的剪刀乱捅完全是他的无意识行为，所以完全可以被判定为激情犯罪。审判长，我申请询问我当事人一个问题。同意询问。王浩，你剪刀乱舞的时候，你还有自我意识吗？没有，我当时愤怒到了极致，但我看到赵武拿刀过来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然后就失去了理智，身体也失去了控制。审判长，我的询问结束了。另外，我的当事人后面直接晕了过去，也证实了当时情绪彻底失控，符合激情犯罪的构建要素。当然，王浩的行为同样也符合正当防卫的构建。首先，王浩的亲人受到凌辱，王浩的处境处于被绑架，两者都处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范畴，而赵武等人就是暴力实施的罪犯，所以我认定王浩的反杀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内。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公诉方，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有。我认为王浩虽然不属于故意杀人罪，但也不符合正当防卫，而是防卫过当致3人死亡。按照法律，防卫过当致人死亡可以跟故意杀人罪相同判罚。审判长，我请求把画面调到王浩捅完一刀后，赵武起身逃跑，而王浩选择继续追赶进行补刀的画面。从视频可以看出，赵武挨了一刀后已经失去了攻击能力，而王浩选择继续追赶，甚至把赵武按在地上屠杀。这难道就是林律师所谓的正当防卫吗？防卫过当的解释是，在实施正当防卫的过程中，如果超过了明显必要的限度而造成重大伤害，王浩的行为显然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他是防卫过当致3人死亡，更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审判长，我说完了。林律师，怎么办？
审判长，在我看来，汪律师所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从录像中显示，刀具掉落后，赵武有明显增长行为，这表明他没有停止侵害的意图。其次，大家可以看到，赵武的背后是一排柜子，柜子上方摆着砍刀。赵武在挨了王浩第一刀后，转身并非是逃亡，而是想要去拿柜子上的凶器。他想要侵害王浩的意图并没有停止，所以王浩追砍赵武还是处于正当防卫的范畴。以前我们怎么没有想到是可持续性的不法侵害呢？是啊，我们的思想太僵化了。林律师的这个解释太厉害了。林律师，为什么你认为赵武是要去柜子上拿其他凶器呢？如果说他要是去打开柜子拿其他物品呢？赵武是个放高利贷的团伙头目，他身后的柜子放的是管制刀具。我不敢想象他柜子里放的还是什么更厉害的凶器，也许是枪、手雷，甚至是火箭筒。王浩完全是在进行正当防卫，甚至是在阻止更大的危机发生。审判长，我要求将录像调到王浩在地上对赵武进行捅杀的画面。审判长，如果说赵武是去身后拿其他兵器的话，那王浩将他捅杀到地面后，赵武就已经彻底失去了攻击能力，而王浩后面继续砍杀，就已经属于故意杀人了。王律师，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是有区别的。赵武的尸检报告显示，王浩捅的第一刀才是致命伤，心脏破碎导致供血不足死亡。赵武倒地后受的伤均不是致命伤。从录像来看，王浩进入地面后的追砍完全不属于故意杀人。好清晰的思路。是啊，第一刀才是致命伤，致命伤又属于正当防卫，那么王浩还是正当防卫，这个解释无敌了呀。林律师的说法是可行的，因为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有2个，一是行为内容，剥夺赵武生命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刀刺伤了他的心脏，而这一刀又处于王浩的自我防卫范畴，所以不构成要件。第2个是责任刑事为故意，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林律师在开庭的时候就已经论证了王浩为激情杀人。公诉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怎么办？哦，对了，还有2个死者。审判长，那王浩对赵武2个儿子反杀，就绝对是防卫过当了。王律师，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连最基础的法律知识都不懂吗？你先看看录像，赵新龙和赵昌胜2个人上来殴打王浩的时候，打的是什么地方？看见没有？赵新龙和赵昌胜虽然是徒手攻击，但那可是猛击王浩的致命区，所以我认定2人此刻就是要置王浩于死地。所以王浩的反击还是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内，而且他砍完1圈后就晕死过去，没有任何追杀的意思。公诉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上诉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现在双方陈述完毕。2小时后，双方将进行最后到法庭陈述，届时我将当庭宣判庭审结果。现在休庭。我还是会考虑防卫过当，因为正常防卫没有任何先例，而且还是在连杀3人的情况下。可是林默所有的司法解释都可以证明王浩是正当防卫。哎，主要是没有参考案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判嘛。怕什么？觉得哪方有理就直接判。小孙啊，你少说2句，因为没有先例呢，大家都不敢乱来。我还是给最高法院打个电话，这或许是个机会。小泉，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判？我会判正当防卫。林默的司法解释无懈可击，无论从道德上还是法律上，王浩的行为都属于正当防卫。好，
好，我知道了。另外，这个案例会入选指导性案例，你小子留名了。现在开庭。双方已经完成了各自的辩护意见，现在做最后陈述。公诉方律师，你先进行陈述。审判长，我方认为王浩过当防卫造成3人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赵武3人虽然绑架了王浩，凌辱他的亲人，但罪不至死，他的罪行应该交由法院来判决，而不是由王浩一个人进行杀戮。所以，我恳请审判长对于王浩的报复行为进行从重判决。我的陈述完毕。公诉方已经陈述完毕，请上诉方开始陈述。审判长，我的陈述如下：王浩的姐姐王艳是一名聋哑人，每天在流水线工作长达16个小时。王浩的母亲杨慧腿脚残疾，被工厂开除，为了谋生借钱开了烧烤摊，却陷入了高利贷的陷阱。他们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痛苦的人生？你们为什么会关注王浩，为王浩鸣不平呢？不正是因为这个案子欺人太甚？如果反抗暴力也能成为犯罪，如果反抗压迫我们的人也会被判重罪的话，那我们还要法律干什么？王浩的案例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环境，如果连这样的反抗都能够被判定为防卫过当致人死亡的话，那我们的法律是不是在变相保护赵武这种黑社会团体呢？我想法律是公正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还王浩一个公道。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宣读审判结果。本案缘由，上诉方不满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本次庭审为2审诉讼，下面宣判庭审结果。经过合议庭商讨判定，对上诉方提出的要求，现在判定撤销一审判决，王浩属于正当防卫，不负任何刑事责任，无罪，当庭释放。怎么可能？从来没有判过正当防卫。为什么？王浩他杀了3个人，凭什么判正当防卫？请注意你的言行。我们赢了，我们做到了。真的判无罪了？对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开了我们国家法律历史的先河。要是放在90年代严打的时候，那杀人直接就枪毙了，更别说现在什么无罪释放了。他的能力太强了，太不可思议。你是个狗官，贪赃枉法的狗官！你肯定是收了王家的钱，你要多少钱，赵家都给得起。王浩判死刑，给多少钱都行。律师，你到底在搞什么？你收了我这么多钱，光死就打成这样？肃静，庭审还没有结束，法警把他带出去。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狗官！2. 庭审中途，上诉方控告公诉方律师伪证罪。经过合议庭研究判决，王聪为公诉方律师，符合伪证罪构成要件中的行为主体，伪证罪成立，因组织4人串供且影响严重，判处有期徒刑5年。爽了，这无聊律师终于进去了。我记得上次他的对手宁红也被送进去了吧？李律师梅开2度，说啥？真的？那这以后谁还敢和雷律师打官司啊？我被捅了。审判长，伪证罪都是3年以下，你判5年是不是太严重了？情节较轻的判3年以下，情节较重的判7年以下。怎么，你不服吗？想判7年吗？3. 针对上诉方提出的赔偿，根据过激赔偿方案，作出1审判决的法院和发出逮捕令的机关共同承担赔偿义务，对王浩进行赔偿。闭庭。
恭喜你。我别感谢我，为你做出更多贡献的是蚯蚓律师，还有你的姐姐和母亲，去感谢他们。不用感谢我，去吧，你姐姐和母亲还在等着呢。妈，谢谢你，律师。来，快起来！林墨律师，王浩反杀案非常的典型，林墨律师对正当防卫的论证非常出色。最高法院决定将此案例引入指导性案例，恭喜啊！什么是指导性案例啊？你上学的时候做过例题没有？做过啊。入选指导案例的意思就是王浩反杀案就是例题，以后所有和正当防卫有关系的案子都可以参考这个打。老大，你也太牛了，你简直是我的偶像！大采访吧，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一个人。世人用林默之前的败诉否定了他，甚至在法律界除名，但他没有气馁，用3场奇迹般的胜利绝地翻盘。所获得的名气是无数律师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的呀。此时此刻，我想这首诗能表达他的心情。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例えばリアクみたいで終わりまさ